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马来西亚最新大改款的 Honda HR-V 在2022年7月份已经开始发售了。当时我也是有拍了这个视频分享给观众朋友，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你们这部视频过后也可以过去看一下啦。当然，今天我带你们试驾这辆车呢，也就是最新大改款的 Honda HR-V。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试驾之前呢，就让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这辆 Honda HR-V。而我们今天试驾这辆车呢，也是最高配版本的 Honda HR-V RS 版本。首先 ，RS 版本它有几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箱护罩是有这种 bling bling 的一粒一粒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买 V 版本还是 E 版，它是没有的，它是 Piano Black。再来就是今天这辆车它是一辆 Hybrid 车，它的 logo 是有这个蓝色的标记。加上有这个 RS 名牌，当然少不了这个红色的心跳 logo 啦。这个 Power to Gate 呢，你可以用电磁阀开起来，或者是你可以用那个 Kick Sensor 来开启。可能今天你预计你要拿很多东西，或者是很重的物品，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关起这个尾盖。你可以事先的按好这个 button 啊，它亮了青灯，你拿好你的东西，再来走开来。只要超过2个米，它就会自动关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蛮不错的啦，对于一辆 V segment 的 SUV。在没有开始试驾之前啊，就让我先来分享一下这个后座乘坐体验。因为今天 maybe 可能只有我一个 driver 罢了，所以没有办法一边试驾一边分享这个后座乘坐体验给观众朋友知道。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前座的椅背呢已经调整了我的驾驶距离了啦，可以看到前面的椅背距离我的膝部空间呢其实是蛮多的。很多个拳头啦，就是很多就是了啦。但是对于这个腿部的支撑啊，可能 maybe 就不太足够了，因为这个 Ultra C 的功能关系，这个腿部空间真的是没办法营造太多。因为这辆车呢，它是一个类似 coupe 车的 design， 所以变成头部空间啊就被压榨了。像是我170cm， 我坐好来的话，我会觉得我的头部空间就没这么理想，然后。它的椅子啊，中间的位置呢会比较隆起啊，所以可能就不太理想啊。变成我170cm坐那边都已经觉得不是很够了，再坐中间不是要顶到头，等下过一个趸过后不是这样子咚小头了。所以对于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这辆车的一个小缺点。而至于前面的内饰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的特点。就只有2点，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调整这个冷气，这个冷气调整呢，这样最新大改款的 HR-V RS 版本它是有双区恒温控制的。再来就是它的这个旋钮啊，当你在控制冷度调节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是有颜色变化的。当你调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会变成红色；温度调冷的话，它会变成蓝色。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风量调节啊，也是有2段的模式。如果今天你觉得，我不想吹太多 aircon， 我就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模式，变成它是这边出风了。但是今天你可能觉得很热的话，你可以转成这样的模式，变成这个 aircon 是直吹你的面部。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蛮特别的啦，这个模式。这样 Honda HR-V RS 呢，它的动力配置就是和我们现在的 City RS 还有 City Hatchback RS 是采用了同样的 IMD 混合动力配置。而至于 Honda 的混合动力配置，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啊，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容易理解。它的 engine 就是一个辅助，它就是一个charger。当这个 battery 没有电的时候，这个 engine 开始介入，帮这个 battery charging。平时的时候就是由这个 motor 进行工作啦。可是当你走到 highway 的时候，比如你的速度已经是来到 maybe 120啊，还是130的时候。这个 engine 就会开始进行介入工作，这个 motor 就会开始休息。当然，这辆车它的 high speed 也是非常的有限呐，就只有到170km 罢了。到170km 过后，你的速度就会再上了。所以这一点的话，这辆车的特点非常明显，就是一辆非常省油目的的一辆车子。这辆车的话呢，刚刚我有跟它进行了一个短暂的相处，只可以讲这辆车有缺点也有优点。首先，我们先讲优点呐。我们先讲一些好的东西先嘛，毕竟别人借我们车子，我们还是要先夸赞他一点好的东西。对于这样 RS 版本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池组在这个尾箱的关系啊，它的底盘的那种重心感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当你在做一些 cornering 啊，还是一些可能比较激烈的那种转弯的时候，那种动作啊，你不会感觉到它的 body load 非常的重，非常的扎实，非常的稳。走，现在我带你们做一个小小的测试看一下。OK， 可以看到我下面前方呢是完全没有车子的状态。现在我做一个比较激烈、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转来转去的测试。好，走你。哇，我完全感觉不到它的 body roll。其实我这样子摆动哦，真的，我觉得你不会，平常很少人会有这样子做这样子激烈的摆动的。基本上这样子测试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所谓的麋鹿测试啊，有点类似这样子啦。但是我没有放 ice cream cone 啊。但是这样子的表现来讲，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就不知道 V 版本那个turbo版本的 HRV 会不会有这样好的表现，就可能到时候要等到有试驾车过后再来分享给朋友们知道。好，现在就让我们去 highway 来进行一个比较长途的试驾。然后众所周知嘛，其实这一代的 HRV 它都有搭载了，不管是从 S 版本还是 RS 版本，它都有搭载了 Honda Sensing 这个功能。我觉得 Honda Sensing 这个功能其实是非常不错使用的。它不像其他可能比较低端牌子的这种进阶式安全功能，它必须靠撞线来维持这个车道辅助。这个 Honda HRV 它的这个车道维持辅助，其实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智能。就好像我现在我踩油。Actually 来讲的话，我没有真的是很去摆动这个 steering 啊，我都会感觉到这个 steering 其实它是跟着这个线去转动的，来维持你的车子在这个居中。OK， 前一过弯啊，可能这种比较大的幅度，它就可能没有这样理想，但是它会很好的去维持你的线路。而至于这辆车，它的这个 steering 的指向性，以及它的那种虚位感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你不用摆太多，你的 steering 不用摆太多，只要摆一点，你就会感觉到轮胎上面的反馈，就会跟着你的 steering 的方向一样进行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 Honda 做的真的是蛮不错的啦。OK， 优点我大概讲完了，我们先讲一下缺点。因为今天这辆车，我是私人借的，所以可以讲一下缺点。所以车主不要怪我哈。首先，缺点来讲啊，第一点，风噪。像我现在已经走到差不多是110，差不多120了。我个人觉得这个车侧的风噪非常明显，加上胎噪，变成我好像一个 hamburger 的中间的肉这样子，加在这个风噪跟这个胎噪之间，对于长途行驶真的不太舒服啊！真的，这噪音真的是不太理想。那这个 NVH 可能有待加强啊。加上如果你踩大油的话 ，OK， 像我现在踩到130，我就觉得这个噪音是三方在夹击，引擎的噪音、风噪、胎噪，我好像被3个不同的势力包围这样子的感觉，变成我很难拿到一个比较舒服的驾驶体验。毕竟这辆车是一辆家用车嘛，还是以家用车为主打，这一点可能就真的是有待加强啊。因为这辆车它的 NVH 表现来讲的话 ，Civic 当时我试的时候，它的 NVH 真的非常不错，然后让我一度以为这辆 HRV 它的 NVH 也会承载的跟 Civic 一样的这个表现，可是试驾过后，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失望，真的是有点超乎了我的预期。而至于这辆车，它还有第二个缺点，就是它的加速感。可能这辆车它的车的体积比较大的关系，然后这个 RS 版本它的加速感就没有像 City RS 或者是 City Hatchback RS 这样明显。它踩油过后，我觉得
不会给你想去冲的感觉。它的感觉就是它就是一辆很普普的家用车，只是讲它的动力方面会比起可能一些 1.5NA 的车子来得好。就在 highway 表现可能就 maybe 没有像 Civic， 我们讲以 Civic 来讲啦 ，Civic 因为价位差不多嘛 ，Civic 那个突破版本，他们来的这么有强劲的动力，也不会有那种想冲的感觉。OK， 现在我转去 Sport 档，我们一脚油门下去。它的起步速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总的来讲，就是只要一过了120过后呢，就 weak 掉了。所以对于一辆家用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合格的。但是如果驾驶感你要比较有那种激进、热血、冲的那种感觉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 Civic 会比较适合。当然 ，V 版本、Turbo 版本的 HRV 我还不知道啊，到时候我们试驾过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看会不会有两者之间有点大不同啊。而至于第三个缺点来讲的话，刚刚我有讲了吧，现在这个 Honda HRV 它全系都配有 Honda Sensing， 它的车道维持辅助呢，它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为什么会讲它是缺点？我个人觉得它这个车道维持辅助太灵敏了。变成有些时候可能我还没有撞到那个线，他就开始已经在做工了，他就开始已经在帮我去推这个 steering， 变成好像有一个人在跟我做对抗，时不时就为了维持那个中间的位置，变成他会不轻易的推一下 steering， 变成有一个阻力在那边，对于在驾驶体验方面可能就会比较有点扣分啊。OK， 好，现在我们回到 City Road 了。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Honda Sensing 在 City Road 的使用是否可不可行。OK， 现在是跟着一辆 Honda Civic 8代的 Honda Civic， 现在一样啊，没有踩油门。可以看到它现在是用着低速来跟，可以现在到0了。OK， 它有 Stop and Go 的功能。刚到0过后，前面的车开始走了过后，它开始就会动了，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不错。对于像现在，我们塞车了，我可以开这个 ACC 跟车，慢慢跟哦。所以这个功能，我个人觉得对于城市路段时常塞车的话 ，is the best。Nice。现在在我身旁的就是今天借我的这样 Honda HRV 的车主 Jerry 哥哥，来叫 Jerry 可以了，不用哥哥。他也是 Honda 王路这个古来 Honda 王路的 SA 啦。好，对于这辆车，我刚才看了，你也是用了1600公里啦。对。你有些什么心得感想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吗 ？As a user, not SA 啦。OK， 这辆车还是要讲点那种基本的东西啦。OK， 就是买车呢最重要看 spec 咯。因为这辆车有4个 spec 嘛。OK， 为什么这样多 spec？ 因为要买适合你的车。OK， 是适合你的车，所以要出这样多款啊，不是要跟风。然后每个讲德不好就买德波 ，NA 不好就不要买 NA，就要买适合你的车 ，OK 才是最有用的，才是 value for money，OK。所以这辆车哦，看我为什么会选 RS 呢 ？OK， 我身为 SA，OK， 我也不选德波，我不选 NA， 我选 RS， 因为这辆车适合我的地方在，真的我要它省油 ，OK，maintenance 低 ，OK， 因为它真的比德波 maintenance 还低 ，OK。可是至于那个马力方面哦 ，OK。它的0到100几乎跟德波是一点相差啦 ，OK， 可是那一点我认为还 OK， 可以弥补 ，OK， 它省油完全可以弥补 ，OK。可是如果讲到动力方面呢，是它从120到150这个之间的话，它就比较慢了，它的力就来的比较慢 ，OK。可是对我来讲，它还是够用 ，OK。可是如果你是真正的跑车脚，你是那拉车的人 ，OK。你在 highway 常常走 highway 人 ，OK，long distance 人，你想要跑150以上到200之间的时候，这辆就不适合你了 ，OK， 因为这辆车它几乎到150以上了，它就这样子啊。其实我的心得感想基本上是跟你很相同OK， 就是
市场有跑 Highway 的人，可能就等到你们这边有突破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不同东西啦。很快就会有了。对。但是 RS 版本，我个人觉得真的不太适合跑突破啊，不适合跑 Highway。就是 RS 版本不太适合跑 Highway， 这点我跟 Jerry 哥哥是有相同的感受啦。然后这辆车你觉得还有什么缺点吗？缺点啊，基本上它的位置哦，现在出的车哦，它是比较专攻一个类型的，比如讲，以前的车 OK，7 seater 就是7个人坐 OK，很明显的，像这种是5人车 OK，可是现在这个更区分为4人车，4人座位你坐更舒服啊，因为它的座位哦如果5个人你要硬挤这辆车的话 OK， 基本上它比City还差。可是如果你以4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它很 comfort， 它真的很好。基本上刚才Jerry哥分享的东西，基本上也是和我很相同啊，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我也很认同他的看法。像是这辆车，如果你像是想要选择一辆比较省油的车 ，Hybrid 是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要很动力满满，给你很强劲动力的，可能就要尝试一下 Turbo 版本的。当然，不管怎样，还是选到你们心仪的车。不过讲真的啦，马来西亚很幸福哦嘞，真的，你看哦，对哦，什么所有 NA、Turbo 又 Hybrid， 你知道有些国家只有 NA 不了吗？你为什么嘛？因为哦 ，Honda Malaysia 是全球一个唯一卖斗要大的国家。我们其他输到完，就只有马来西亚是卖英斗的大，曾经卖英斗应该是有5年左右了。所以他们蛮照顾马来西亚的。是我之前有看台湾的 review 这个 HRV 啦，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啊，买这辆车，因为很多东西要加价，就好像后尾那个遮阳帘啊 ，OK， 要加价。算到马币来，我没记错是900块钱马币。好贵，然后车价台币折合到马币来讲的话我拦你又贵过一点 NA S 版本。OK， 这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马来西亚人真是蛮幸福下了。对于 Honda 车你们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古来网络 Honda Showroom 来找我们的 Jerry 哥哥，带你去试驾啦。当然，如果你要试驾 RS 版本的话，可能你可以试驾一下他的车。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哈。他的联系方式啊，他的 WhatsApp 啊，什么东西，我都会放在下面的留言栏置顶在那边，所以你们也可以在那个留言栏里面找到他啦。所以今天非常谢谢Jerry哥哥，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Jerry哥哥借我车。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当然啦，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可以启动小铃铛。在这边呢，也先谢谢你们支持。好，我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